从中国首都北京出发，向北500公里，就可以来到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。冰与火的力量，在这里造就了举世罕见的地质奇观。无数生灵在这里建立了生死依恋的家园。 在这个拥有山林、草原、湖泊和沙地的广阔世界中，干旱与湿润，丰饶与贫瘠，严酷与温和，考验着所有在这里繁衍的生命。这就是克什克腾，一个在不稳定的环境中，生命如何得以延续的故事。 6月，克什克腾进入了夏季。与同纬度的其他地区相比，这里的夏季如此短暂。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，都要抓紧时间快速生长。在这个物种多样、生态环境又不太稳定的地方， 每一种生命都要发展出不同的生存策略，不仅要享受这个最美好的季节，并且要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挑战。克什克腾位于从内蒙古草原向大兴安岭山地过渡的区域。 在它的南部还分布着一种特殊的地理单元——沙地。沙地其实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荒凉，恰恰相反，中国的温带沙地是相当繁荣的生物世界。进入夏季，沙地进入自我修复的阶段，这时的主角 是茂盛生长的植物和那些可爱的小生灵们。大多数植物喜欢阳光，但是榆树却选择在阳光不太强烈的地方生存。这是因为在阳光直射下，阳坡上的积雪会迅速融化蒸发，而在阴坡， 积雪融化缓慢，植物可以获得宝贵的水分补给。从生态学眼光看来，沙地的生态容量其实比草原更加丰富。这里不仅能够生长灌木，还能生长高大的乔木。这是因为 颗粒状的沙子存在肉眼无法察觉的天然缝隙，具有良好的渗水和存水机制。在水分的滋养下，灌木和草本植物出现了。借助它们的庇护，榆树的幼苗得以生长，并且和灌木展开激烈的生存竞争。一旦定居成功， 榆树就会淘汰其他竞争物种，形成单一的优势种群。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，榆树还会向更广阔的区域蔓延，最终形成了温带地区罕见的疏林草原景观。地球上像这样的自然景观只有2处，一处是非洲的热带稀树草原，另外一处就是我们眼前的浑山达克沙地。
沙地植物的出现为动物开辟了生存空间。在一棵已然枯死的老榆树的树洞中，无孔不入的赤麻鸭找到了一处孵化场。经过一番观察，我们决定在这里安装特殊拍摄设备，记录树洞中的赤麻鸭孵化过程。先把它电池插好吧，拿着把拿草给这个飞草。刚刚安好设备，一只母鸭就飞了回来。我们安装的隐蔽镜头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下了母鸭回巢的过程。母鸭显得有些迟疑。也许是外形古怪的隐蔽镜头引起了他的注意，直到确认了没有危险后，他才半信半疑地钻了进去。赤麻鸭习惯在各种天然洞穴中孵化，这个隐蔽的洞穴是个不错的选择，但是它也会造成一个巨大的麻烦，从洞底到洞口足足有2米多高。那些即将走出蛋壳的小生命，如何出来呢？不过母鸭好像并不担心，既然选择在这里孵化，它自然有自己的把握。俄日邓巴特尔的家从大兴安岭脚下的冬季营盘迁到了草原上，开始了1年中最惬意的夏季生活。清晨时的劳作更像是一种休闲。牧民们的夏季牧场一般都选在河流或者水塘边上，几乎不需要人的照料，牛羊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取之不尽的青草和甘泉。今天的克什克腾草原是中国最典型的温带草原，当然这一切并非自古如此。早在5000多年前，这里也曾经出现过中国北方最早的农耕文化。后来随着气候变得寒冷和干燥，人们不得不从农耕转向依靠草原而生的游牧生活方式。达里湖边的榛子山上，先民们在岩石上凿刻下骏马奔驰的岩画，它记录了一段游牧民族在这里生息繁衍的历史。马的成功驯化标志着游牧民族的真正诞生。直到掌握了与骑马有关的知识和技术，牧民才能够跟随甚至控制牛羊在大尺度空间范围里移动。在这片广阔无边的草原上，游牧民族得以一次次崛起，并且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。榆树似乎是沙地中的霸主，但是在克什克腾，它还要面对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——沙地云杉。从钻出土层之日起，云杉的幼苗就步入了一个漫长的童年期。在每年短暂的生长期内，它们只能长高2到3厘米。要长到1米高，就需要30年时间。30岁以后，云杉终于进入茁壮生长的青春期。这时，它会以每年30到40厘米的速度加速生长。为了成功的屹立在沙地上，云杉向下发展出极其庞大的根系。它们的主根已经退化，而侧根异常发达。
暴露在地面上的侧根又粗又密，延伸的长度足有10多米，远远超出了它的树冠。根据测算，云杉根系重量能够占到全树总重量的70%以上。发达的根系支撑着云杉不断向天空中发展。到了50岁的时候，云杉的平均高度超过了10米，它们的树梢终于超过了沙地榆。在云杉浓密的树冠之下，沙地榆失去了享受阳光的机会。为了保证种族的延续，它们只有到其他的沙丘上去开拓新的领地。那些靠近水边的沙地云杉得到了更多的水分。这棵高度达到20多米的巨型云杉，年龄可能有200多岁。因为对于水分存在极大的依赖性，云杉的生长与河流或者地下水的走势一致，呈现出带状分布的特点。从空中俯瞰，在黄色的沙地中形成了一条深绿色的河流，一条生命之河。云杉和榆树的角逐改变了沙地的容颜，同时也聚拢了脚下的流沙，让沙丘停止了运动的脚步，沙地因此逃过了沦为沙漠的命运。在这片生态环境并不优越的地方，它们既是环境的受益者，也是环境的创造者。在这个慵懒的夏季里，年轻人似乎无事可干。巴特尔家的老二安和决定要利用好这个时间。对，后面。今天，恩和要从自家的马群中套出几匹备用的马来。巴特尔在年轻的时候是个套马的高手，年纪大了以后，照看马群这种考验体力的事情就交给儿子了。在草原上，没有驯过的马脾气暴烈，野性十足。套马首先要将马匹与马群分开，这需要十足的耐心。恩和深谙此道。他不紧不慢地跟着马群，转了好几圈之后，一匹红色的小马渐渐脱离了马群。恩和的机会来了，他用套马杆甩出了一个空心的套索，准确地套住了马脖子。赤麻鸭的孵化一般会持续4个星期，几乎就在一夜之间，小鸭子就纷纷破壳而出了。
赤麻鸭的策略是多多益善，但是小鸭出壳的时间有早有晚，还有2只小鸭没有孵化出来。为了它们，母亲还需要耐心地等待。长焦镜头跟踪拍摄公鸭子的行动，隐蔽镜头在同一时刻记录树洞里的一切。赤麻鸭家庭所有的生活细节都同步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。刚出生的小鸭只能靠蛋壳补充营养，树洞里没有食物，也没有水，待在这里就是等死。可飞出去也是不可能的，小鸭子的翅膀得在2个月后才有飞行的能力。它们的父母如何把这些小鸭子带出这个足有2米深的树洞呢？越来越多的候鸟有了新生的后代，克什克腾进入了盛夏。克什克腾位于大兴安岭的西侧，来自海洋的水汽被这座山脉所阻挡。天空中有时也会飞过云朵，但这些水汽总是不能带来降雨。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，草原上的蒸发越来越强烈，一场危机正在悄悄来临。曾经欢畅奔流过的小河，现在都快干涸了。在旱情最严重的一些草场上，牧草已经枯黄，像是秋天提前到来。为了祈求神灵的保佑和雨水的眷顾，草原上的人世代流传着祭祀敖包的习俗。敖包也就是石头堆，多半建在山冈丘陵之上。白阴敖包是克什克腾草原上最神圣的一座敖包，每年的农历5月13就是祭祀敖包的日子。草原上的敖包是有性别的，有的敖包属于男性，有的属于女性，甚至儿童也有自己的敖包。最神圣的白阴敖包是一座父亲敖包，只有男人们才能登上山顶祭祀。祭祀是从前一天的夜里就开始的，而在天亮前就要结束。喇嘛诵经，牧人奉献祭品，祈求风调雨顺、牛羊兴旺。无论科技多么发达，只要人们无法改变依靠自然而生的现实，对于自然的崇敬就不会改变。干旱依然在延续。PT 夫妻这些天里也一直共同行动，紧紧守护着他们的巢穴。铺天盖地而来的是本地特有的一种摇纹。在达里湖边的淡水湿地里，黑压压的摇纹让湖岸改变了颜色。虽然成虫存活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天，但是在温暖的季节，雌蚊不需要受精就可以产卵，每次能产几十枚到上百枚卵，而且生下的小摇蚊大多也是雌性的。这些雌蚊又会加入产卵大军，指数级别的增长终将造成了大爆发。摇蚊不仅可以为繁殖中的鸟儿提供高蛋白养料，它的卵也是鱼类的天然食物。还有一个不易发现的好处，
摇纹的幼虫以水底的有机物碎屑为食，经过了它们的打扫，水体会变得更加洁净。摇纹的出现可谓是一件从天而降的好事，但是另一种虫类的爆发却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。原本是深绿色的云山林里，有些地方变成一片红色，如同被大火焚烧过一般，呈现一幅劫后余生的景象。其实这场灾害并没有结束。肇事者就是寄生在云杉树干里的小蠹虫。干旱气候条件下集中爆发的小蠹虫，在云杉身体内合力挖掘出4通8达的隧道。即使是几十米高的云杉，也会被身长只有几毫米的小蠹虫放倒。如果有丰沛的雨水，小蠹虫也不至于如此猖狂。林业工程师们无法祈求雨水的降临，他们找到了另外一种好办法。这只箱子散发着令小蠹虫无法抗拒的诱人气息，它来自于人工合成的雌性激素。为了争夺繁殖后代的机会，雄性小蠹虫争先恐后地钻了进去。但除了享受更浓烈的气味之外，它们将永远告别外面的世界。人类如此费尽心机地保护沙地云杉，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保水和固沙的作用。浑山达克沙地距离中国首都北京只有500公里，发生在这里的细微变化，可能导致更大空间范围里的环境恶化。为了阻止沙地向沙漠演变，人们不得不小心从事。持续的干旱对于赤麻鸭来说却是一件好事。小鸭子们藏身在垂直的树洞之中，这里无遮无挡，一旦雨水降临，小鸭们将会满巢覆灭。还有2只蛋没有孵化出来。如果再等下去，先出生的小鸭就会因为饥渴而夭折。母鸭必须做出选择，它扑腾着飞出了树巢。母鸭在草丛中发出一声声呼唤，小鸭子似乎明白了母亲的意思。几只小鸭子开始往上跳，它们用稚嫩的脚掌勾住洞壁，向上，再向上。赤麻鸭是游泳好手，它们的雏鸟天生就有下水的能力，但现在考验这些小鸭子的是它们的攀登技巧了。跳跃，抓住，再跳跃，一旦失手就要重新开始。在外面焦急等待的父母不断鸣叫着，多一份延迟就多一份危险。天空中划过草原雕的身影，猎食者的出没让母亲感到更加焦急。从树洞中跳出来的小鸭越来越多，它们向母亲身边靠拢，在逃离诞生地的同时，也逃离了可能埋葬它们的墓穴。这是一场残酷的牺牲，一口食物还没有吃到，小鸭就要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或者结束一生。洞里的小鸭仍然挣扎在生死的边缘。它几乎就要成功了，可最终又跌回了洞底。这是最漫长的一刻，
母鸭必须在天黑之前把孩子们带到水边。巢内的小鸭子耗尽了体力，已经无力再跳起了。这个隐秘的树洞是它们的摇篮，也是它们的坟墓。母亲已经做到了一切，现在她得为更多的孩子们负责。只有穿过这片林子，尽快地找到一片水塘，他们才能开始新的生活。选择意味着放弃，而有时候放弃就是最好的选择。在这个夏天，只有高高在上的大兴安岭可以拦截经过的水汽。大兴安岭是中国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分界线。来自太平洋的湿润水汽，在季风的推送下，每年都能如期而至。在大兴安岭最高峰黄冈梁的周围，落叶松组成的原始森林，呈现出了东北亚特有的森林景观。成片的白桦林从山底一直向山顶处延伸，最终，它们在石头上找到了落地生根的地方。植物对岩石的征服，在克什克腾的另一座山上表现得更加出色。阿斯哈图什林南面100多公里处的青山山顶上，拥有中国北方数量最多、分布最密集的岩臼。因为水平和垂直节理发育程度不够，青山上的花岗岩在球状风化作用下呈现出了浑圆的形状。这些石头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坑穴，有的还连成了一体。水与风联手创造了这些自然奇观，随后还会把生命带到这里。首先是小草的进入。它们在一些存有少量泥土的小坑洼里落脚生根，这样泥土就不会被风轻易带走。小草的蔓延会让岩臼中的土壤慢慢变厚。只要有了水和土，植物就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扩展生存领地，直到树木在这里出现。大兴安岭上遍布白桦林，在风的吹送下，白桦的种子随处飘荡。大部分种子落在光滑的石头上，或者落在没有土壤的岩臼里，它们都将失去继续生长的机会。只有侥幸落在那些体型较大，而且土壤也厚的岩臼里，生命才能够得以延续。
水与风的力量向下挖掘石头，同样还是水与风的力量推动着青草和树木向上生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植物的根系像钻头一样在岩石的缝隙里穿行，加速了岩臼的演化。山顶上大大小小的岩臼，其实都处在演化的不同阶段。如果我们把岩臼也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命形态，那么又小又浅的岩臼就是年轻的，又大又深的则是年老的。当岩臼演化到最后阶段，剩下的就只是一些残破的坑洼了。而风的力量不仅将把这些痕迹扫除，还将进行新的创造。经历了长久的等待，渴望已久的雨水终于来临。克什克腾所有低洼的地方都盛满了水。达里湖西岸的火山台地上已经被青草铺满，浩莱河在土层相对深厚的洼地里流淌，切割出了隐没在绿草中的狭窄河道。把它称为世界上最窄的河流，恐怕也不过分。雨水的到来让牲畜摆脱了饥渴，牧民的生活也随之忙碌起来。这天，巴特尔家的孩子都回来了，他们要参与一项重要的家庭活动。盛夏里，所有的绵羊都要脱掉厚重的外衣来抵御炎热。不过，主人会帮他们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换装。抓羊完全是个体力活。原本是想让绵羊拥有清凉一夏，但是这样的好心却不能被绵羊所理解。草原上的生产活动往往都是季节性的，像剪羊毛这样的活动就需要全家人一起出动。剪羊毛的时候讲究的就是技术了。锋利的大剪子从羊的尾巴开始剪起，既要剪得干净整齐，又不能伤到羊的皮肤。这种需要耐心和技巧的工作适合女人们完成。零零碎碎的羊毛是不值钱的，只有整张的羊毛能卖最好的价钱。在秋天出售牲畜之前，卖羊毛是牧民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。脱掉了厚厚的毛衣，绵羊可以安心地度过一个凉爽的夏天了。沙地中的植物得到了水分的补充，那些星罗棋布的水塘也泛起了层层水波。母赤麻鸭和他的孩子们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，终于在敖包山下的一个小水塘定居下来。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小鸭子们的个头已经很高，可以自己采食水草了。
公鸭还是在外围地带瞭望警戒，一旦出现风吹草动，就会发出警报。燕鸥的出现并不会让赤麻鸭紧张，它的巢穴就在水塘中的湖心岛上。只要母鸭一接近，燕鸥就会拼命飞回来。它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：水面是你的，小岛是我的，咱们最好是井水不犯河水。赤麻鸭很乐意接受这样的安排。牧人和他的牛群也无意去破坏这里的恬静生活。看得出来，水塘小世界的公民们有着共同遵守的契约。公鸭的警戒也绝非是可有可无的摆设。天空中突然出现了草原雕的身影，公鸭立即发出警报。小鸭子们听见父亲的召唤，赶紧躲避。草原雕越来越近，几乎都可以看清它结实有力的翎毛了。小鸭子们纷纷扎猛子，把身体藏进水中。这是它们逃出树洞之后学会的又一种逃生技巧。看到无机可乘，草原雕不甘心地飞走了，前往他们原本的目标——敖包山。敖包山上的祭祀活动一年四季不会停止。祭祀的人们留下了心愿，也留下了敬神的贡品。当人们离去，这里就成为了乌鸦和草原雕的世界。草原雕的身影布满敖包山的上空，那些由人类供奉给神的祭品，最终回到了天上。经历了一场虚惊，赤麻鸭一家终于又会合了。这对赤麻鸭一共在树洞里产下了12枚卵，2只还未孵化的鸟蛋和1只刚刚出壳的小鸭子，永远地留在了树洞里。在路途之中，又走失了2只，最终只有6只得以存活。对于这些逃过一劫的小鸭子来说，充满挑战的生活才刚刚开始。草原上的花儿多，草原上的节日也多。这天是蒙古族老教师扎木苏的70大寿，几十年下来，他教过的学生们已经有好几代人了。如今学生们都来了，他们向最为尊贵的长者献上了自己的一份心意。借着这个机会，人们正好可以欢聚一番。在草原上，最盛大的节日还是那达慕。就像自然界中的动物，时而各自分散，时而大规模集群，
草原上的人在这个时候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。那达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代的部落联盟大会。在广袤无边的草原上，游牧民族以家族为单位，随着牛羊的脚步自由移动，看似自由散漫，缺乏组织。但是只要听到一声号令，散落四方的草原民族就会如同潮水一般汇聚，瞬间组成一支无人能敌的队伍。当年成吉思汗正是依靠了游牧民族的强大机动性，建立起了一种生产和军事合一的社会组织模式。在冷兵器时代，以其强大的军队战斗力，向农耕民族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攻击。在达里湖的西岸，今天依然可以看到连成一线的土丘，在草原上蜿蜒起伏。这是公元12世纪时，金朝为了阻挡蒙古民族而修筑的长城。草原上没有石头，只能筑起这样的土墙。在成吉思汗的铁骑面前，它几乎就是一道摆设。成吉思汗的军队如同一阵旋风一般，席卷整个欧亚草原，建立起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。这是游牧民族改写人类历史的最重要的事件。不过，一旦游牧民族建立城池，开始定居生活之后，移动所带来的机动战斗力便会逐渐失去，王朝也会走向覆灭。这几乎是草原帝国的共同宿命。公元1368年，蒙元王朝统治中原的最后一个帝王元顺帝，带着他的大臣和侍卫，退回了北方草原。他选择的落脚地，就是坐落在达里湖西岸的英昌路古城。在这座古城中，这些失去天下的统治者们依旧沉迷于酒色。2年之后，元顺帝在抑郁中死去，蒙元王朝的背影就这样留在了克什克腾草原。时光荏苒，历史的风云散去，那达慕的传统被一直继承下来，成为牧民的狂欢节。与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历史传说相比较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反倒显得亲切真实。在那达慕大会上，技艺高超的裁缝表演着他们巧夺天工的技艺。老手艺人在展示一部多件的马鞍制作工艺。最吸引人的还是蒙古族老妈妈赶毡子，一层层的羊毛被紧压在一起，赶成的毡子温暖密实。这是蒙古人搭建蒙古包、抵御风霜雨雪的主要材料。巴特尔家的老四恩和吉日嘎拉也来了，他是个出色的摔跤手。蒙古式摔跤不分年龄、不限体重、不分等级，而且是一跤定胜负，只有一直赢下去的人才能获得冠军。那达慕上最激动人心的项目还是赛马，奔腾的骏马，勇敢的牧人，这令人热血沸腾的场景，
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重返了纵横驰骋的岁月，感受祖先的荣光。那达慕会场的外面，一切依然宁静安详，但生命的故事无处不在。达里湖边的火山台地上，仅只能生长薄薄一层青草。一棵老榆树靠着洼地里积攒起的一点点水分，一长就是几百年，长成了一棵神树。牧民们在绿色的枝条上缠满了红色的绸带，期待这棵神树能给他们带来好运。在它干枯的树干内部，居然还有一窝鸟蛋正在孵化。新生命即将诞生在数百年高龄的老树之中。无孔不入，寻找所有能够繁衍后代的空间，坚韧等待，直到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。在克什克腾，无数生命的故事就隐藏在这看似平凡的世界里。